就在10月19号，俄乌战争局势又迎来了新的变化。当天，俄罗斯总统普京宣布在顿涅茨克、卢甘斯克、赫尔松、扎波罗热地区实施战时状态。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呢？俄罗斯除此之外呢，又有哪些动作呢？赫尔松大战终于要爆发了吗？别急，跟着大兵一步步往下看。在10月19号当天，普京通过视频讲话的方式与俄联邦安全会议成员举行了会议，正式宣布4地进入战时状态。普京说道：“我签署了关于在俄罗斯联邦这4个主体实行军事状态的法令，它即将提交给俄联邦委员会批准，通过的决定将会下发至国家杜马。”大兵上网搜了一下，俄罗斯联邦宪法下的战时状态法里面规定，自战时状态令生效之日起，俄罗斯政府将会组织生产，从而保持俄军部队和其他部队所需的必需品。对此，《纽约时报》向外宣称，这是在2战以来克里姆林宫首次宣布战时状态。考虑到此前普京一直宣称对乌克兰是特别军事行动，此时发动战时状态显得非同一般。与此同时呢，俄罗斯在赫尔松又有了新动作。截止到19号，俄乌战场局势依然焦灼，俄军依然在乌克兰多地实施打击。根据俄新社的报道，19号当天，乌克兰基辅、文尼察州、切尔卡瑟州、日托米尔州、切尔尼西夫州、罗夫诺州以及切尔诺夫策州都拉响了防空警报。乌克兰日托米尔市市长向外表示，因能源设施大幅受损，导致该市的电力系统无法正常运行。另一边呢，随着乌军的不断推进，俄罗斯已经开始撤离赫尔松地区的平民了。该市官员在社交媒体上说道，居民开始有序地向第聂伯河彼岸迁移。此外呢，根据俄罗斯卫星社的报道，赫尔松民众在转移到第聂伯河左岸后，会被送往俄罗斯其他地区。而根据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报道，赫尔松大约有5-6万居民将被转移到第聂伯河左岸。除此之外，塔斯社的报道宣称，俄任命的赫尔松州临时州长在19号说，整个撤离过程大约耗16天。而在19号，俄罗斯观点报还报道称，赫尔松亲俄官员斯特雷穆索夫向外表示，乌军依然在向赫尔松郊区增加装备数量，数以万计的军事人员已经完成了部署。这样看来啊，赫尔松大战真的要爆发了吗？此前，俄军战场总司令苏罗维金曾经表示，现在关于赫尔松战线的进一步行动将随着新的出现的战术态势和战场形势而改变。这并不容易，俄军呢将会勇于面对困难，但是也不排除做最困难的决定。比起之前的伊久姆和莱曼，赫尔松战线的情况显然要更加特殊。一方面呢，赫尔松州首府就位于第聂伯河西岸，俄罗斯想要守住这座城市，就必须背水而战。随着唯一的一座桥梁在乌军的炮击下被摧毁，俄军不但补给存在困难，而且隔着一条河，想要撤退是困难无比。乌军目前正在集中局部的兵力优势，沿着该州的公路一直在进行穿插，俄军的防线已经岌岌可危了。如果坚守的话，那么俄军就存在被3面包围的风险。但是选择后撤的话，在政治上又会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毕竟赫尔松才刚刚公投入俄。除此之外呢，俄军在赫尔松一旦发生类似哈尔科夫的大溃败，必然会使克里米亚直接面对乌军的威胁。不过呢，虽然俄军新架设的3座浮桥被乌军摧毁了，但是俄军随后便直接在船闸门的位置使用大量混凝土灌溉出一个通道，致使乌军炮兵无法直接摧毁。在安东诺夫大桥无法使用以后，这条混凝土通道和门桥渡船也就成为了赫尔松西岸2万俄军唯一的补给路线。但是长此以往，依然很难长期坚守。目前呢，赫尔松区域的俄军有着极大的防守压力，一旦守不住，大溃败呢就会在其他战线不断上演。如果在俄军增援部队投入战场之前，前线的俄军损失过大，必然会严重打击士气。这样一来呢，就算增兵效果也会大打折扣。对于俄罗斯来说，赫尔松是开战近8个月以来俄军夺取的唯一一座乌克兰省会城市。特别是现在公投入俄不久之后就要放弃的话，对于普京和苏罗维金都会造成极大的影响，属下部队也会丧失信心，从此不再信任上级。与此同时呢，俄媒还认为，一旦乌军轰炸新卡霍夫卡水电站大坝，炸开大坝就会使得整个第聂伯河涨水，
而在河右岸的俄军也就无法再度渡河撤离赫尔松区域。在这些不利情况下呢，苏罗维金表示不排除做出最困难的决定。这句话大兵分析应该是有2个意思。其一呢，俄军可能会放弃赫尔松区域，也就是在乌军发起大反攻以前，全军撤离到第聂伯河左岸。其二呢，则是在赫尔松城居民全部撤离之后，俄军有可能发射战术核武器打击乌军进攻部队，利用战术核导弹全歼乌军的进攻集群。但是俄罗斯一旦动用战术核武，虽然可能有效震慑乌克兰以及美西方，甚至迫使乌军放弃反攻，但也从侧面说明俄军已经没有其他手段了，不得不动用非常规武器。另外，俄罗斯还会因此付出巨大的政治战略代价。要知道，此前北约就已经向俄罗斯发出警告，一旦发现俄军在战场上动用核武，北约就会直接参战。但是在不动用核武的情况下，俄军想要进行防御，根本没有那么多的部队和后勤保障力量。再加上赫尔松战线基本都是平原，俄军必须进行3级梯队防御。想要面对整个防线进行严密的防守，就需要至少投入40个营级战斗群。如果进行所谓的重点防御的话，就会面临被乌军快速装甲支队穿插绕过，然后直接攻击俄军纵深后勤交通线的不利情况。所以俄军只能摆出一字长蛇阵的严密防御。紧接着问题又来了，俄军想要投入40个营级战斗群以及相关的后勤保障部队的话，就需要往赫尔松增兵6到8万人。士兵虽然不缺，但是现今呢，俄控区第聂伯河上所有的桥梁都已经被乌军使用海马斯给炸毁了，俄军只能依靠新卡霍夫卡水电站的一条小路和驳船进行后勤补给。这些运输量根本无法维持一支大军团进行高强度的作战。另外呢，大家应该也关注到了，寒冬即将到来，冬季作战呢必然会更加困难。太短的白天势必会影响战斗的进行，暴风雪也会影响防御和进攻的节奏。总而言之，接下来就看俄乌双方对冬季作战的准备了。不过现今乌克兰的日子也并不好过。随着乌军在赫尔松区域的不断进攻，确实也取得了不菲的战果，将战线朝着俄控区纵深推进了一些距离。俄军由于兵力不足，投入赫尔松的兵力防御密度不够高，被乌军找到了突破口，形成了局部突破，不得不放弃了一些区域撤退，开始收缩防线，重新组织防御。但是有一个问题是，俄乌双方在赫尔松鏖战了几个月后，双方的具体伤亡损失都是多少？现今这一问题有了比较可靠的答案。俄乌双方在间隔很短的时间内相继公开表态，回应了赫尔松战线的战况。这次双方的表态难得的趋于一致，也就是乌军在赫尔松未能取得任何战果，兵力方面损失严重，需要再次组织动员来弥补兵力亏空。我们先来说说乌克兰方面的消息。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顾问阿列克谢·阿列斯托维奇在早些时候呢，向外公开表示，乌军在多个方向上都未能达成既定的任务目标，其中重点的方向包括赫尔松和斯瓦托沃区域，并声称虽然乌克兰在此前是要夺取这2个战略要地，但现今看来呢，进展有点不那么顺利，远非预期的那么简单。目前的赫尔松战线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而打好该阶段的战斗并取得胜利，对于基辅来说并不容易，会有能够预料到的巨大困难。从这位乌总统办公室顾问的发言中呢，可以看出，虽然措辞相对保守，但是还是承认了大家关心的2个重要信息。其一就是乌军在赫尔松的作战很不顺利，其二则是乌军在进攻中遭遇到了巨大伤亡，以至于乌克兰正在考虑再次进行补充动员。现今随着俄军进一步加强赫尔松方向的防御，以及从克里米亚和俄境内大后方调集来的增援部队以及大批的武器装备，例如 T90M 坦克、BMPT 坦克支援战车等等，乌军面临的压力正在逐渐变大。此外，在此期间，俄军对于乌境内持续不断的空袭也是让乌克兰头疼不已。根据19号俄国防部的报道，俄军依然在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打击乌境内的军事指挥设施和能源设施，随之而来的是乌克兰全境19号再次拉响了防空警报。另外，大家应该也注意到了，最近俄军对乌境内的空袭行动已经从之前的发射高价值巡航导弹转换为了以大规模自杀性无人机为主力。
俄自由媒体网站在18号曾报道，俄军获得的第一批见证者136无人机就多达300架，第二批数量更多，已经超过了2400架。这个数量呢，就算俄军每天发射100架，也能连续袭击乌境内1个月左右。而且根据此前英国军情6处的消息，俄军已经训练了大批无人机操作员，自杀式无人机也摆上了生产流水线。由于见证者136的制造和采购成本极低，俄军呢在近几天的空袭中都是采用了蜂群战术，也就是向目标发射多架无人机执行攻击任务。这样一来呢，就算乌防空系统可以拦截部分无人机，但残存的无人机依然能对目标造成严重损害。考虑到俄军无人机瞄准的目标大多是容易受损的变电站和发电厂，就算无人机的战斗部威力不大，也足以造成严重的电力中断。这让大兵想到了几个月前乌军使用无人机曾对俄军装甲部队造成严重损失，但是当俄军使用上述同类招数时呢，乌克兰方面也没有任何办法。这从背后呢也体现出俄乌双方其实都没有准备好迎接无人机时代，就算是技术上还是很初级的无人机也是一样。虽然北约方面向乌克兰援助了防空系统，但是毕竟数量有限，并且没有构成体系，再加上城市的高层建筑阻挡了防空雷达的探测范围，进一步增加了防空难度。总结来说，目前俄乌双方在战场上的情况都很困难，俄军主要是补给艰难以及防御战线太长，而乌军则是进攻战线太长以及境内被持续袭击，缺乏应对俄军无人机的有效手段，双方之后的发展并不好预判。